假设你此刻正坐进一艘飞船的操控舱，它不是电影里那种花哨道具，它是几百年后人类工程能力堆到极限的产物，速度能推到光速的 99.99995%。眼前只有一个发光的按钮，按下去，你就会成为宇宙有史以来跑得最快的那一个。不过先别急着按，咱们得先把一件事弄明白，人类现在离这种飞船到底差了多远？你脑子里第一反应的最快交通工具是什么？是战斗机吗？战斗机也就每小时3000公里出头，这个数字根本不够看。人类目前造出来速度最快的东西，是美国那艘帕克太阳探测器，它绕太阳飞的时候，最快冲到过每小时69万公里，是高铁的几千倍。听着挺唬人是吧？你以为这已经贴着光速在跑了吗？差得远。光速大约是每小时10亿8000万公里，帕克探测器的极限只有光速的6.4%。这就好比有个人趴在100米跑道边上爬，旁边那条跑道上跑的是光，两者没法比。你可能还听说过旅行者1号，那艘已经飞出太阳系的老古董，它的速度只有光速的0.6%。按今天这艘飞船的速度，不到1天就能追上它。可旅行者1号足足飞了将近50年才到那个位置。那这飞船为什么造不快点？答案在爱因斯坦那儿。1905年，爱因斯坦发表了狭义相对论，里面有条铁律，光速是宇宙里任何有质量的东西能碰到的速度天花板。你猜是为什么？不是引擎不给力，是物体越靠近光速，需要的能量就越大，大到趋近无穷。把飞船推到光速需要无限的能量，这是宇宙定的规矩。那贴着光速飞总行了吧？理论上可以，可你得先造出目前根本造不出来的引擎，还得找到根本凑不齐的燃料。就算靠正反物质湮灭这种听起来最科幻的方式，人类一年产出的反物质加一块还不够一粒沙子重，得等上无数个世纪。今天咱们把这些麻烦事通通放一边，因为咱们要做一个大胆的假想。假设几百年之后，人类真造出了一艘用曲速引擎驱动的飞船，它不是让飞船硬闯空间，而是把飞船前头的空间压缩，把后头的空间拉长。飞船窝在一个自己的空间泡里，动的是空间本身，不是飞船在跑。这想法是1994年墨西哥物理学家阿库别瑞正式提出的。一篇正经的物理论文。还有件事你得先知道，相对论告诉我们，飞得越接近光速，时间流得就越慢，这叫时间膨胀。到光速的 99.9995% 时，膨胀系数大约是1000，也就是地球上过完1000年，飞船里才过1年。你想想，在船里眯1个月，地球上晃过去83年，等你出趟门回来，认识的人一个都不在了。不过今天这个假设，咱们干脆一次性射到底，飞船已经造好了，还加了一条外挂。你是长生不老的，时间差再夸张，对你也没什么影响。先飞出去再说。你坐进舱里，系好安全带，屏幕上只剩那一个按钮，出发，按下去。引擎点火的瞬间，你感受到一种从没体验过的加速度，不是飞机起飞那种被椅背顶着的压迫感，是整个世界在往后退，再往下沉，从地面冲出大气层不到1秒，你根本来不及看清什么，只瞧见地面飞速缩小，城市变成一个个方格，海岸线在弧度里弯出去。接着是大气层，站在地面往上看，它薄的几乎不存在，可从这个角度往下瞅，才发现它跟水汽差不多，蓝莹莹的，薄薄一片，厚度也就100公里出头，跟地球12000多公里的直径比起来，那就是一颗苹果表皮那么点厚度。穿过去的那一刻，四下彻底安静了，不是声音变小，是声音这件事本身消失了。真空里没有介质能替它传播，天空的颜色也变了，是纯黑，没有任何散射，也没有过渡。地球悬在你脚下，蓝白交织，比你见过的任何一张照片都真实，也比你想的要小得多。
那圈蓝色边缘还勾出一道细细的发光弧线，薄得让你心里咯噔一下。就这么薄薄一层，挡住了宇宙射线，挡住了紫外线，挡住了陨石，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故事，都发生在这层薄膜以内。除了这层膜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飞到约400公里高度，国际空间站出现在右前方。你第一次看清它的真身，展开的太阳能板像翅膀一样撑开。核心舱和实验舱拼接在一起，比想象中庞大，也比想象中孤单。它正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绕地球转，每90分钟一圈。此刻舱里也许有人正嚼着真空包装的食物，看着地球一次次升起又落下。一天能看16回日出，而这时地球上不过刚过去 0.0013秒。在这个距离上，时间膨胀还显不出来。空间站慢慢缩成一个亮点，消失在身后。你回头再看了一眼地球，很多航天员讲过这种感受，叫总观效应。没有边框，没有遮挡，没有比例尺，就是那么一个球悬在黑暗里。你突然懂了一件事，地球不只是你住的地方，地球就是你，是你所有的祖先，是你认识的每一个人，是发生过的每一件事，全压缩在那颗球上。除了那颗球，什么都没剩下。但现在你要离开它了。飞到月球约38万公里，地球上只过了 1.28秒。月球出现在窗外，灰白的表面布满陨石坑，安静的像一块被遗忘的石头。它没大气，没天气，没声音。从46亿年前起就悬在那儿，什么都没变过。你第一次同时看见地球和月球，地球蓝，月球灰，中间隔着38万公里的空档。人类花了几十万年才走出非洲，花了几千年才建起文明，花了60年才踩上月面。而你飞过这段距离只用了 1.28秒。月面上有个东西值得多看一眼，人类留下的痕迹，着陆架、仪器、旗帜，还有脚印。月球没有风，没有风化，那些脚印从1969年踩下去到现在一直在那儿，往后大概率还会一直在那儿，除非哪天一颗陨石砸过来把它抹掉，那可能要再等上几亿年，到那时地球上早没人记得那次登月了。可脚印还在，你继续往前飞，地球和月球一起缩成2个光点，消失在身后。8颗行星还在前头等着，从最近的火星到最远的海王星，也得一站一站过去。离开月球轨道，你正式进入行星区域，太阳系真正的主场。从这里开始，每隔几秒的飞船时间，就会有一颗你听过名字却从没见过的星球出现。最先撞进视野的是太阳，地球时间约8分20秒后，太阳填满了整个视野，你没法直视它，那种辐射强度，没有防护的话，会让传感器瞬间烧穿。太阳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109倍，表面温度约5500摄氏度，可这已经是它最凉的部分了。往外一层，日冕的温度能冲到几百万摄氏度。为什么外层比里层更热？直到今天，物理学也没把这个谜彻底解开。地球上8分钟的景象，飞船里你不到半秒就看完了。太阳一晃而过，火星在更前方，地球时间约12分钟后，红色的火星出现在窗外。那抹红来自表面大量的氧化铁，说白了就是生锈，整颗星球都锈透了，荒凉的像一片没有边际的戈壁。地表温度最低能达到零下120摄氏度。奥林帕斯山从地面拔起，高度约21公里，是太阳系已知最高的山。地球上你看了它12分钟，飞船里不到1秒它就没了。穿过火星轨道，你钻进小行星带，科幻电影里这地方总演的危机四伏，但真实的小行星带空得让人有点失望。所有小行星加一块的质量还不到月球的4%，稀稀拉拉散在整条环带里，你穿过去几乎碰不到什么，大半时间窗外还是黑的。接着是木星，地球时间约43分钟后，木星出现了，直径约是地球的11倍。靠近它时，大红斑正在右侧缓缓打转，那是一场
至少刮了300年的风暴。你以为它只是个孤零零的大球，可它周围还挂着几十颗卫星，其中木卫2的冰壳底下可能藏着一片深达约100公里的液态海洋。科学家觉得，那可能是太阳系里除地球之外最有希望存在生命的地方。你没停下，还有更远的地方要赶。地球上看了43分钟的风景，飞船里也就一晃2-3秒。土星在更远处候着。地球时间约79分钟后，那圈光环是太阳系里最漂亮的画面，由冰晶和岩石颗粒组成，像一张透明唱片在旋转。环带看着宽阔无边，可它薄得出奇，平均厚度只有约1公里，比一张纸还薄。你说这合理吗？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6有大气层，有湖泊，只不过湖里装的不是水，是液态甲烷，橙黄色的浓雾把它裹得像一颗橙子。如果落到它表面，跟地球完全是两码事。地球上你看了将近80分钟，飞船里不到5秒，那圈光环就消失在身后。再往外，你掠过天王星，它几乎是躺着绕太阳转的，自转轴倾斜了约98度，它呈淡蓝绿色，平静的像颗玻璃球，可内部极冷，约零下220摄氏度。它也有一圈环，没土星那么壮观，更像一圈若有似无的光晕，很容易错过。最后是海王星，地球时间约4.2小时后，你飞越了它。深蓝色大气层里的风能刮到每小时约2100公里，比地球上任何风暴都猛。它自己内部有热源，往外辐射的热量比从太阳那儿吸收的还多。海王星旁边有颗海卫1，轨道方向和海王星自转正好相反。科学家认为它后来被引力硬生生俘获过来，一个从柯伊伯带流浪过来的天体。你停下来算了算，地球上已经过去将近4个半小时，而飞船上从月球出发到现在只经过不到30秒，太阳系已甩在身后。接下来你要闯进的是一片没有行星、没有卫星，什么都不剩的边境地带。飞过海王星以后，进入太阳系边界带，这里只剩越来越稀薄的太阳风，你渐渐没法分辨飞行方向，因为参照物没了，坐标系正在瓦解。飞了约17小时地球时间，你抵达日球层顶，这是太阳风能吹到的边界。过了这条线，你就不再处于太阳的直接掌控之下。飞船上你才过了约1分钟，继续飞。约23小时后，前方冒出一个小亮点，是旅行者1号。这艘飞船只有约722公斤，比一辆普通轿车还轻。它是1977年发射的，飞了近50年，飞出去约251公里。此刻它还在飞，还活着，还每天用那根天线朝地球发信号。你在旅行者1号旁边停了一小会儿，它外壳上挂着一张镀金铜唱片，里头录了用55种语言说的问候，还有一句普通话说的祝所有人平安。那批工程师早就不在了，可它还在这儿飘着，带着那句话朝外飞。继续往外飞，前面是奥尔特云，一个巨大的球形区域，像个空心泡泡，由数千亿颗冰冷的天体组成。它们太小太暗，人类从来没有直接看到过任何一颗。偶尔有颗奥尔特云天体被拽一下，几百万年后变成彗星，出现在地球夜空里。飞到这里，地球上过去约1年07个月。飞船上你经历了约13.8小时，就在这里，你正式离开了太阳系，没有任何标志，没有任何声音。那颗你出生的星球，连同周围所有的行星，全留在了身后。你穿过它时，什么感觉都没有。宇宙不在乎你在不在，也不在乎你从哪儿出发，它就在那儿，比你早了100多亿年，还会在你之后继续存在下去。前方是星际空间，黑暗继续延伸，比之前更彻底。这里什么都没有，最近的光源是前方4.24光年外的比邻星，暗得要命，泛着微弱的红光。这里真空的密度低到几乎是0，每立方厘米不到1个氢原子。没有声音，没有外力，飞船就是那么飞着，
没有阻力，也没有推力。你要是把窗外的星星全遮住，你甚至判断不出自己有没有在动。飞到比邻星，距离 4.24 光年，地球上过了4年多，飞船上的你只过了1天半。时间膨胀不是能亲眼看见的东西，你只能相信计算结果。比邻星是一颗红矮星，要是站在它旁边的行星上，天空是昏暗的橙红色。那里辐射极强，会周期性爆发，耀斑，把周围行星的大气层剥掉。你在比邻星附近停了会儿，朝地球发了条信号，你要等4年多才有回音。离开比邻星，前方是真正的星际深处，漫长、无边、静止。人类的大脑进化里从来没碰到过这种环境，它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干脆一片空白。前方26000光年之外是银河系的中心。飞了足够久，你发现天空在变，星星越聚越密，从稀疏到密密麻麻。某个方向的星光挤成一片白雾，那就是银河系中心的方位。你正处在猎户臂，太阳系就窝在这儿。在银河系里算是相当偏僻的郊区，飞船时间约26年后，你抵达中心。地球上已经过去26000年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记载历史的5倍还多。你不知道地球现在什么状况，就算你此刻发条信号传回去，也要26000年。这时候还有没有人接收，没人说得清。中心有个超大质量黑洞，质量约是太阳的400万倍，周围恒星以极快速度乱转。你在安全距离外绕了一圈，看那些恒星高速旋转，有的绕一圈只要几十年。中心还有大片恒星形成区，氢气被激发，发出粉红色的光，像个巨大的育儿所，一边有东西在死去，一边有东西在诞生。这就是银河系中心，密集、混乱，能量满溢。穿越整个银河系，你花了约100年，地球上则整整过去10万年。10万年前，人类才刚开始向各处迁徙，还没文字，还没农业。这100年里路过的恒星数不清，有红矮星，有黄矮星，还有寿命极短的蓝巨星，有的已经膨胀成红巨星，炸成超新星，照亮整片星系的一角。当飞到银河系另一侧边缘，回头望去，银河系是一个巨大的发光圆盘，像一台缓缓转动的风车，中间鼓起，越往外越暗，星星也越来越稀。它不过是宇宙里约2万亿个星系中普普通通的一个。飞出银河系边缘，银河系挂在黑暗里，缩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光斑，1000亿颗恒星，直径10万光年。从这里看，它只是一个能用手掌遮住的光点。旁边有2个小伙伴，大小麦哲伦云，比银河系小得多。飞到大麦哲伦云约16万光年，飞船上过了160年，地球上过了16万年。那是人类刚学会直立行走的年代。现代人基因里还留着那批祖先的印记。更远处仙女座星系的轮廓出现，它正在以每秒约110公里的速度朝银河系靠近。约40亿年后，2个星系会正面相撞，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椭圆星系。因为恒星之间距离太大，大部分恒星根本碰不到彼此，只会重新排列。你继续飞，来到本星系群边缘，这里包含约50个大大小小的星系。飞船上走过5000年，大概相当于人类文字出现至今的长度。地球上已过500万年。侍女座超星系团包含100多个星系群，银河系在这个尺度上微不足道。飞到这里，地球已经过去6500万年，那是白垩纪末期恐龙彻底灭绝的年代。而你在飞船上只经历了6.5万年。再往外，拉尼亚凯亚超星系团直径约5亿光年，包含约10万个星系。飞到这里，地球上过去整整5亿年，鱼类还没出现，陆地上只是光秃秃的岩石。真正震撼的景象出现了。在这个尺度上，宇宙像蜘蛛网一样，一条条发光的细丝在黑暗里延伸交错，交汇的节点处是密集的星系团，而丝线之间是巨大的空洞，直径能达到几亿年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叫宇宙网，
细丝由暗物质构成，它引力把星系拉拢过来，堆成节点。你原以为宇宙是混乱的，可它不是，它有骨架，有纹理。看着这张网，你想到一件事，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星系，每个星系里都有几百亿颗恒星。按概率算，宇宙里的文明该是个天文数字，可你的接收器一直安安静静，没收到一条信号，没看到一丝不该出现的光。这件事叫费米悖论，文明都去哪儿了？为什么一条信号都没有？也许距离太远，信号还在路上；也许是大过滤器，文明在跨越关卡前就消失了；也许生命本身就比想象中稀有，燃烧这件事本身不需要任何人来见证。前方就是可观测宇宙的边界，约465亿光年之外，地球上同时会过去约465亿年，这是太阳寿命的将近5倍。你还在路上的时候，地球早不在了，太阳熄灭了，银河系也变了形。那条边界在往后退，是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在退，因为空间本身正在膨胀。你拼命飞，它拼命退，没有尽头，也没有终点。你周围有一层极其微弱又均匀的光，那是宇宙诞生38万年后的余晖，它是宇宙最古老的光，肉眼永远看不见，却一直都在。终点不是宇宙的尽头，是人类认知能抵达的边界。你回头找银河系，找不到了，那里只剩无数个模糊光斑。地球这粒近乎不存在的尘埃，离你的距离是拍下照片时的数十亿倍。飞了这么远，这一切告诉你同一件事：那颗蓝色的小点，是目前人类所知的宇宙里唯一一个确定有人住过的地方。